你认为自己买东西是很理性吗？还是经常冲动购物，事后才后悔呢？无论你是哪一种，恐怕都逃不出商人的手掌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消费行为背后的隐形套路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哦？明明本来没有很想要的东西，看到大家都在买，就忍不住也跟着买。只要看到限量或者折扣最后一天就没有抵抗力，觉得抢到就是赚到。或者是说，每次在卖场试吃之后，总会因为不好意思空手离开而意思买一点。小心，你可能已经落入商人的圈套了哦。美国的行为科学家罗伯特·席尔迪尼发现自己长久以来很常因为听从小贩或是商人的说辞，在当下掏钱买了下去，但在事后才后悔，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想要这些东西。那为了解开像这样盲目消费的谜团，他开始研究顺从心理学，要找出究竟是哪些心理技巧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之间顺从别人的要求。而《影响力》这本书呢，就是他经过多年研究的成果。书中讨论的影响力相当广泛哦，涵盖了宗教、政治、医疗，还有社会事件等等。那这集呢，我们会聚焦在消费行为上面，来跟大家聊聊影响力是如何操控我们买东西的。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很多大卖场都提供免费试吃的服务，作者说这样做的原因，除了让顾客了解食物合不合胃口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产生亏欠感。当服务人员微笑的递上食物，搭配耐心的解说，很多人就会觉得不买一点呢，好像过意不去，即使东西不是特别喜欢，还是会买下去。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人类自古以来呢，就学会了礼尚往来的互惠原则。受惠的一方呢，会有亏欠感，觉得自己有还债的义务。而这种有恩必报的观念呢，也融入了我们的教育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学会，如果收了别人的帮助或好处，就应该回报对方。若常常接受好处，从不回报的人呢，就可能会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像试吃这种主动得到的好处，被迫收取好处同样也会触发亏欠感。举个例子，美国退伍军人组织呢，会寄信到民众的家里跟他们募款，而在寄出的信当中呢，通常只有 18% 的信会收到回复。但是如果在信中附上像是便利贴这样子的小礼物，回复率就会翻倍，达到 35%。就表示送礼给别人同样也能够让对方有亏欠感，让人不自觉的想要做些什么来偿还。另外，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车展都喜欢找性感模特儿？明明他们也没有要示范开车，跟车子一起出现的意义是什么呢？作者在书中呢就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部分的人在遇到自己喜欢有好感的时候，其实会很容易答应对方的要求。这也代表长得好看的销售员在一开始就有相对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大脑还会自动的帮这些好看的人贴上很多正向的标签，像是善良诚实、聪明等等。不止如此还会将这些标签跟他们代言的商品连结在一起。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广告商总会安排性感的女模特站在车子旁边。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来逛车展的人们能够把对模特儿的喜爱投射到车子上，而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确有用。有个研究就发现如果汽车广告当中的车子旁边有性感模特儿的话呢，男性普遍会认为这台车速度更快、更昂贵，而且设计还更优良。但如果同一款车旁边没有模特儿的话，大家评价就会相对的普通很多。书中提到，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广告商才会不惜的砸大钱，也邀请运动员或明星站台代言或拍广告，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像喜爱明星那样子喜欢上他们的产品。再来你觉得你是爱跟风的人吗？这本书有提到，人类很难脱离社会生活，所以每个人呢，多少都具有倾向社会认同的特质。我们会根据别人的行动来判断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就像自动导航一样，别人在做什么，我们下意识也会跟着做什么。作者解释在大多数的时候，这样子的判断方式不会出问题，因为多数人在做的事情，通常也的确是应该要做的事，而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节省脑力，让我们把心思放在更需要思考的事物上。但因为如此当有人想要借此操控我们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广告商呢，只要打着销量最大、销量快速成长的口号，就能够暗示大家都有买，大家都想要，所以你应该也要有。于是呢，我们就会掏钱跟着买，跟着排队，不自觉的落入商人的圈套。顺带一提哦，有趣的是，电视节目的罐头笑声也带有这样子的功能。有研究显示，越烂的笑话呢，罐头笑声的效果也会越明显，让观众不自觉的跟着一起笑。你是看到限时折扣就会心动的人吗？作者提到，人们都会认为机会越少见就越有价值，而且越难得到的东西品质通常会更好。举例来说呢，一张印错的$1钞票在市场上面价值可能就翻了数百倍之多。而像这样子物以稀为贵的心理，也同样适用于一般消费行为。心理学家史蒂芬·沃切尔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让一群消费者从罐子当中拿一片巧克力饼干来吃，并且帮饼干打分数。一半的受试者呢，他们看到的罐子里面有10块饼干，另一半的受试者的罐子里面呢，则只有2块饼干。结果显示明明是同一种饼干，但是只看到2块饼干的受试者呢，平均给出的评分更高，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饼干更美味，吸引力更大，而且价格更贵。那也因为商人知道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所以他们常常会用这是店里最后一件，或是这是折扣的最后一天了，来给消费者施加压力。这就是身为顾客的你，不但更积极的买，还觉得买到的东西更好了。接着，你可能有注意到，某些生活用品或食品大厂很喜欢举办征文比赛，让大家写出跟产品有关的文章，并选出优胜者，公开颁发奖品。作者说，这种活动虽然看起来跟销售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呢，也有促销的功能。这是因为为了得奖参赛者都会努力写出产品的优点，还有正面的使用经验。而这样子的过程，其实就是在给自己下承诺，反复的告诉自己这个产品真的很棒。同时，将文章公开也会更加强了这个承诺的重量，让参赛者更喜欢这样产品。因为呢，万一参赛者之后表现出不喜欢商品的样子，这种前后不一的行为呢，可能会被别人看作是不诚实、不可信赖的人。而另外一方面呢，征文比赛效果不只对参赛者有效，公开展示文章也能够让其他人相信写这篇文章的人是真心喜欢这个产品，进而将产品的正面评价扩散到其他人心中。今天这集我们提到了商人们各式各样的行销小技巧，让顾客们呢可以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的消费。不过呢，之所以写这集也不是要大家以后都不要排队，或是拒买折扣、限量商品之类的，只是想要跟大家说，这些销售技巧非常常见。大家在掏钱之前，或许可以再多多思考一下，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产品。那么，如果真的想要培养对这些销售技巧的抵抗力的话，可能还需要更多经验的累积。就现在你可能不会因为贵哥贵姐称赞你说这件衣服超适合你，就马上买下去，也不会因为有人把爱心笔塞到你的手中，说他是设计系的学生，你就真的花钱支持他。好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作者在书中呢，针对各种的消费手法，其实都有提出相对应的对策，教大家抵抗或是拒绝诱惑。但碍于时间有限，我们就卖个关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翻这本书，帮助自己成为更聪明的消费者哦。最后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消费者呢？老实说，我很喜欢跟风，大家都在买的东西呢，不跟着买好像对不起自己。比我脸皮很薄，常常在试吃之后不好意思空手离开而买了一些。因为我觉得自己非常理性知道自己要什么，从来不会被这些销售技巧影响。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销售背后的小技巧。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为什么人们爱排队，以及 App 设计如何操控人心。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ongqing.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 Hami Video 电视馆10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